加油加油加油！最后了，顶住！来，到顶住！最后20米，冲！不错，脚步打开了，冲顶，马上到了，加油顶，到了吧，3公里了，可以，没有掉很多。哎，大家伙儿早喽！12月17号星期三，又是周三合练的日子。今天的课表是2个3公里，哎，这对我2场背靠背马拉松之间是挺好的，没有绝对强度，也没有像6公里那种那么一口气长的距离。今天的2个3公里，我的计划是尽量比我的马拉松配速快一点就好了，因为刚周三，这上周日的那比赛，昨天大家看节目了吗？已经上线了，实在是太顶了，完了以后肌肉疼，明天应该就不更新了。到那边之后呢，这次其实我有个小私心，到年底了也，这一年确实，尤其是最后这几个月有点忙碌，所以可能更新的频率稍微的慢一些，给自己放个假吧。然后周日跑台北马拉松，这是第2次跑台北马拉松，差不多我一场马拉松跑2次或者3次，如果不是家乡或者家门口的就生活的地方的马拉松，就差不多了。第2次，一般这种东西就是第1次看一个怎么说初印象，第2次的时候呢就会有，可能带着感知去吧，然后下周5回来，下周6是我们的大人的早训练跑团的接力赛，特别有意思。我们分了好多个组，每个组的总距离好像是10多公里的样子，就在这条路。所以我周5回来，周6来参加接力赛，到时候接力赛的时候再跟大家细说，好不好？哎呦，终于要放个假了。最近的所有的出行基本都是带着任务的，或者说全都是带着任务的。终于放个假了，稍微缓一缓，在放假这段时间多给大家出一出室内的节目，去咖啡厅啊，或者在宾馆跟大家聊聊天啊等等，看看周6的直播来不来得及，大概率问题不大。这次我连早餐跑都没安排，这次只有一个公事，就是比赛之后的那天下午去录一个播客，另外一档播客，到时候再跟大家聊，好吗？再跟大家分享，我再热会儿身吧。看大阪城这个地方，之前世博会的时候放的是那个麦吉祥物，现在又改成了每年一样的大阪城公园的圣诞角落。这是一个拍照点，这些树是这边，你看这儿每年都有这个说明，就是大阪城修剪下来的树枝做的这么一个圣诞的装饰。热身了不到5公里，看好久没见大河原先生了。走。对，我这就松坂马拉松，马苏萨卡。对，牛肉的。牛肉，对，可以，累不累？不累，但是周末18度，还有下雨。对了，大河原先生连续2年夺得奈良10公里年龄组的第1名。最近10公里左右都是冠军，太厉害了！这是李宁的，对，李宁的，和 Osaka 3秀一样的6亿。好，准备了，3分半就他们俩人。はい、次じゃあ3分45。はい。気をつけてね、行ってください。走了。2列で、はい、寄ってくださいね。走。今天起跑之前，其实肌肉还是挺疲劳的，但是我早晨开始慢跑过来的时候，感觉身体的状态还可以，
所以就试试看跟第二组。第二组正好是3分45的配速，也就是我差不多马拉松的配速。一开始前1公里，就现在大家看到的时候，我感觉跟着比之前的体感要快，就是稍微我觉得我有点力不从心，但是跑起来之后就还好。第一组就开设了前1公里，大阪城现在路面特别黑，有的时候挺危险的。我们第一组回来的时候，野口先生险些绊一下。因为第一组拍的短，所以在第二组我整个把3公里都拍下来的时候呢，旁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种训练的一些心得。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也是因为我们训练营的一位成员每周3也跟我们一起在大阪城练，他也是在这儿生活的华人。今天他因为没有及时同步最新的我们跑团修改的课表，所以继承了10个400米，所以他跟着330的田宫先生就冲出去了。但是呢，他后面没有顶住，我就跟他分析了好多我对于这种训练的想法。咱们等下一个3公里的时候跟大家聊。3分41的1公里。上1公里3分36，第一个3公里完成。你缓一缓，到3公里停下。对，我也记得他好像是2次说的不一样。昨天发的通知是2个3公里。哦，改了。对。我就想331没有人跑。对，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没关系，下周开始我通知你。下周开始我单独通知你。昨天忘记跟你问了。我以为你知道，我以为你联系过。应该不会变。这很少会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2个周末马拉松太多了，跑12个400或者10个400，可能强度有点大。你下一个3公里跟我们吧，3分45可不可以？可以跟你试一试啊。也可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也许上来就慢下去了，对吧？你先要调整呼吸，然后下一组呢上来跟住，你就咬住了就好了。3分45可以的。3分45对你来说差不多就是10公里的比赛，比你10公里还慢，对不对？你10公里跑多少？我也没曾经试过。没试过。3分45就是37分半10公里，试一试，把那个叫什么情绪顶起来。咱们靠边来，你就想着就拼了，但是一定要小心，那边有灯是坏的。其实差不多就是你马拉松配速再快10到15秒的样子跑这个3公里，所以对你来说，你想马拉松跑到2小时50，那差不多就是2小时3，就是3分45，就很合适。你就跟着我们干就行了。可以的，今天天气也好，好，走。这个3公里我完整记录了，而且跑的要比想象的好得多。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对这种训练。这种训练其实是这样的，大多数时候在马拉松3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50之间的这段时间里，这种训练整体的跑量，就是今天这一天的跑量，大多数时候是要比平时的自己的有氧跑或者轻松跑要短的，因为毕竟快了一些，有些强度。但是呢，这种强度课的目的是要让在这种课的时候去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其实我们跑马拉松只是3部分，一部分是跑量的积累，一部分是距离的拉长，还有一部分就是强度的提高。怎么说呢？就是我总说马拉松想相对从容的破3，差不多1个月要有320公里以上，同时呢可能要连续1年1年半，这样的话你差不多就具备了一个破3的跑量积累，差不多就是7000公里，然后每个月能有320。那下一部分关于距离和就是关于长度这一块其实是这样的，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于
单次训练的距离。单次训练的距离，我认为或者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越长会越好。你8公里和16公里比，肯定是16公里好，因为马拉松毕竟是一个42公里，你要让你觉得陌生的距离来得越晚越好。这是长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所谓的长距离。长距离这个就没有什么多说的了，是不是大家跑一跑？这就是第二大部分，关于距离或者说关于长度。那最后一部分就是关于强度。强度这个事情其实主要是提升你的绝对速度能力和你的乳酸阈下的，就怎么说呢？速度耐力。因为对绝大多数马拉松爱好者，你已经能跑全马的时候，其实问题都不会出现在心肺上。你可能认为是出现在心肺上，但是其实还是肌肉力量上。就像我周日那场比赛爬坡，就一下掉速掉得很厉害，那不是因为我喘不上气了，是因为即便我当时的实时的真实的摄氧量已经达到了我的最大摄氧量，我的肌肉依然不能有那么怎么说，能输出那么大的功率来维持我的上坡的速度。那对于马拉松来说也一样，你到后面你肌肉的速度耐力没有了，就是你有劲儿你也使不上。所以第三部分是这种强度，但是呢，这3部分它是一个混合起来的一个组成，它不是单一的。所以我不建议很多初跑者或者还成绩还不够好的跑者，比方说在4个半小时以外的跑者，甚至4个小时以外的跑者去做所谓的极化训练。极化训练是什么？极化训练就是把这3部分分开，我该慢的时候慢，该凑跑量的时候凑跑量，该强度的时候顶。3分34，3右，哎，但是今天对他来说，他没有顶上去。他今天的强度做的不是很好，虽然是因为他一开始起快了，但是就算一开始起快了，我们也建议最后要顶上去。这样的话呢，像他今天这样的训练就会变成说我又没有距离，因为这种肯定比平常的有氧跑短。虽然今天可能比平常的有氧跑整体平均配速快，但是因为你该顶的时候没有顶上去，反而效果还不如你就匀速去跑一个20公里，也要比今天这样就10几公里，中间有这么几公里，不快不慢的要怎么说呢？要好得多。所以我有时候会对训练营也有焦虑，就是我觉得课表不是最关键的，因为课表如果是关键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照着课表练就能练好的话，那么就不会存在专业队的淘汰了。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都应该练成一样的，对吧？当然有可能是有选材和人跟人之间的差异，但是不会有那么大。而大多数时候就是对这种训练执行的到不到位，很多时候可能是最后的那5%影响了70%、80%的效果，而最后那5%是有些或者说很多人自己意识不到的，他不会觉得会差那么多，而最后你跟着一个课表练下来，发现不行，没有进步，甚至跑崩了，然后你会说是不是课表有问题？等等不成熟的观点。加油！很到，很到。到，我都跑到3分20多了，可以啊。
到，再等等。到。3公里3分33。到。未来这一周更新频率会比较低，也算是放个假吧。这段时间我跟家属确实是，好久没有放假了。上一次出去旅行还是去年中去意大利那边，但是也是每天在更新视频，好久没有放假了，跟大家请个假。那我们看完最后的几百米。到。可以啊，没想到啊。也得恢复好几天呢，但是3公里距离短。看到。哦，到了，3分26，3分34，3分33，3分26，热。来到，再转。再次，比如说，再次，往起上，再次，来到东西上。お疲れ様です。我们去看看，算什么在其他？我们去看看我们训练营的那位成员。他们有同步这边的训练课表，上周调整了一下，本来计划的今天是10个400，但是可能因为这2周比赛人太多了。加油！最后了，顶住！来到顶住！
最后20米，冲！不错，脚步打开了，冲顶，马上到了，加油，顶，到了吧，3公里了，可以，没有掉很多，不错，不期而遇的课程变化。在上周确实说是10个400，我也记得是10个400，但是怎么就变了呢？不知道，没关系，下周开始我跟你讲，下周开始我把你的那个周3跟我们调成一样的，就是那个高驰的课表上，给你手动改一下。但是400乘以12的话，330就是3分半1公里，3.5，1.4分钟，424，对，84秒，3分半是84秒，哎，这好难算呀。84秒对你来说有点慢。大卫先生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伴手礼，还有坂本先生带回来的伴手礼。看看单圈数据啊，2个3公里，第一个3公里的每个1公里3分41、3分44、3分36，中间我休息了3分10秒，应该就是休息3分钟，大家就凑一凑。第二个3公里就快了，3分34、3分33、3分26，整体体感还行。肌肉还是疲劳，还是有感觉，但是这个训练安排的挺合适的。我们合影了。哎，小伙伴们又冷身了4公里，今天热身加冷身一共9公里不到，跑了6公里，加上中间休息多一点，可能15、16公里，今天差不多结束，还可以，比想象的好。然后就是关于放假的事儿。跟大家再请个假吧，这段时间缓一缓，家属也缓一缓，他也一直在帮我处理这些事儿，最近真的忙坏了，然后工作的事儿也有点忙，行吧，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